牵着手，牵着手，牵着手，牵着手。不管你心里怎么想，朕还是以拥有你为荣啊！皇上，我跳个舞给你看吧。如果根本没有猛丹的再次出现，我也就认了。他再次出现，好像把我所有的过去全部拉到了眼前。他那么痛苦，他的感情那么强烈，他的眼睛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，瞪着我，求着我。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摆脱掉他的眼睛，更没有办法摆脱掉他的声音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以前皇上来宝月楼的时候，我还可以敷衍他，可是现在，我连敷衍他也做不到。所以你应该赶快结束这种生活。你现在已经被切割成两半，一半是皇阿玛的爱妃，一半是蒙难的心上人。这种生活你再过下去会崩溃的。韩香，不要再犹豫了，你要慎重的考虑一下我们那个大计划啊。可是那个大计划也是有问题的，现在一个都没有解决，还要连累你们2个人，我这心里真是胆战心惊的。万一皇上大怒，想回疆宣战，那我岂不成了民族的罪人了？哎呀，你听我说，你根本不要想那么多，只要去做。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像我们几个，每次都是大难不死，逢凶化吉，每次都以为自己活不成了，结果都没死掉啊！你就别为我们操心了。至于那个什么回疆啊、民族啊，就交给你们那个真神阿拉好了。他如果连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，还是你们的神吗？小燕子这几句话真是深得我心，讲得漂亮极，有理极了。是吗？我也有点道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你一直都很有道理，理直气壮的。理不直，你也气壮啊。哎呀，你就不要再烦恼了，天塌下来有我帮你撑着，一切只要信任我们就好了。其实我最近好开心，因为紫薇的伤好了，居然没留下一点病根，她的手啊照样可以写字、弹琴、下棋呢。蒙丹不也顺利进宫跟你见面了吗？
哎，我最近啊还把绒毛毛吓得半死，皇后都没敢来找我们麻烦呢。你就不要再烦了，我们啊一定会心想事成的。哎，我们今晚来庆祝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可是我已经答应皇阿玛，以后滴酒不沾了。哎呀，这种答应你就算了吧，你怎么能滴酒不沾呢？等到你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你总要喝交杯酒吧？喂，你怎么扯上这个了？不过啊，今天晚上我不是要喝酒，今晚我们一起放焰火棒。焰火棒。也不必上屋顶啊！哎，你有没有比较安静的庆祝方式啊？梁不川，看见了没有？好看吗？像不像有火鸡掌握狮子跳舞？我还可以拿着焰火放跟头呢。小心啊！你怎么来了？你奶娘呢？我看着有火花，我就溜了过来。奶娘，她不知道我在这儿。哦，小燕姐姐好厉害哦！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是我眼睛花了？怎么好像有火花的到处飞呀？我也看见了，好像是落到淑芳斋那儿去了吧？咱们去看看去。哎，你赶快下来好不好？不要翻跟斗了，看起来好危险呐！对，哎，下来了，下来呀！快下来吧，下来吧！小燕子来人！嘿，这个焰火棒啊，可是柳青从宫外给我找来的，好玩的不得了。待会儿我们大家都发一点，然后呢，我们去练个焰火舞，等到过年的时候啊，还可以表演给皇马看呢。好，来，都过来拿。好，来。你看，他带来这么多呢，我今天拿，给你。来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给你，好。我也要。来，再拿一点呢。哎，12二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额娘知道吗？哎，12阿哥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呢？一起来玩好不好？我可以一起玩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小燕子，给12阿哥一根吧。永琪才9岁，我们不要把对他额娘的仇恨记到他头上来了。带他一起玩呢。本姑娘今天高兴，紫薇姑娘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了。那给你，谢谢。来过来，来，走。小心点啊！大家离远一点啊。能够这样不记仇，善待12阿哥，整个皇宫里恐怕只有紫薇和小燕子。他们真有一颗黄金般的心呐！哎，我们可以跳个焰火舞啊！
小心呐！王阿长，哎，我真不敢相信。不久以前，我还以为紫薇活不下去了，一心只想跟她共存亡。可是你现在看，我看到她在笑，看到她在跳舞，还有这么多的光环围绕着她，这些焰火就像生命力在闪光，那么灿烂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我也是啊，我常常回想着我们和小燕子认识以前的生活，几乎不敢相信那是怎么过的。哎，你看，每天上书房练功夫，每年最刺激的事就是和皇阿玛上山去狩猎。可是现在天天都是多彩多姿的，就是太刺激了。这个惊心动魄、胆战心惊这种成语已经不够用了。小心一点！怎么回事啊？老在那聊天，这烟火棒啊，不动不好玩，一动才好玩呢。不准聊天了，你要再聊，当你辫子了。哪有这么顽皮的？你改，你的头发比我多，咱们试试看。来喽！好玩，好像真的很好玩啊！哎，不知道这个辫子如果真的烧着了会怎么样？不知道。哎呀，着了！着了！着了！好啊，你烧我，我也烧你，烧着了你就知道会怎么样了。救命啊！你试试看，看我追不追得到。老佛爷驾到！老佛爷有没有烫着？有没有受伤？受伤了吗？这怎么回事？奴才给老佛爷请安，老佛爷千岁，千岁。老佛爷吉祥，还吉祥呢？千岁，千岁，没把我烧死，就算我的命大。这个书方斋呀，简直跟我犯科。走。老佛爷，息怒，老佛爷息怒。我的小种子，你哪里不好去？居然跑到书房斋来，快走吧！切！我就说刺激吧，你看，时时刻刻你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，这一下子，说不定又要乐极生悲了。皇帝，你马上把那两个格格贬为平民，送出宫去。那怎么行？他们又做错什么事儿了？不是做错了什么，是从来就没做对过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们其实有他们的可爱呀。老佛爷，您试着多跟他们接近一下。多接近我就没命了。
我不管你是多么喜欢小燕子和紫薇，我就是不喜欢他们。身为格格，一点格格的样子都没有，居然在皇宫里面弄些会着火的东西在那玩，差点没把我烧死。这样没轻没重，能当王妃吗？虽然他们没有做布娃娃害人，但是他们的花样可多得不得了啊！一会儿在房间里驱鬼吓唬容嬷嬷，一会儿带着火苗到处跑。我看呐，他们绝对是这皇宫里的祸害。火苗？怎么会有火苗？启禀皇上，是焰火棒。焰火棒？他们居然在宫里边玩焰火棒啊！一定是小燕子耐不住寂寞，又想出这种花招来。老佛爷，您别生气，朕一定好好的教训他。教训也没用，他是教训不好的。我请皇帝到这儿来，就是要告诉你一声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为了永琪好，为了我们子孙的血统，我绝不能让五阿哥娶小燕子。皇帝如果不废掉2个格格，也要马上取消五阿哥和小燕子的指婚。皇额娘，兹事体大。我不管体大还是体小，我就是不能容忍小燕子。这么没教养的姑娘，实在是配不上永琪。你一直说她能改好，能进步，我看她是越来越糟。上次刑求了紫薇，皇帝跟我发了一顿脾气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太后现在说话是不是一点分量都没有了。皇额娘，您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您要是这么说，朕真是罪该万死了。上次朕也没有发脾气，就是希望宫里不要再有暴力。皇额娘的意思朕明白了，只是小燕子跟永琪彼此都已经有了感情，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拆开，岂不是于心不忍吗？这样吧，让朕替小燕子跟皇额娘求个情，我们再给她一次机会，看看她能不能进步，能不能改进。以3个月为期，如果她还不能改进，如果再犯一次错误，我们就取消了她的指婚。您看怎么样？皇帝亲口说的，君无戏言，就再给她3个月吧。皇阿玛，3个月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可能用3个月的时间把一个人转变呢？小燕子的个性，皇阿玛比谁都了解。她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要她不闯祸，实在不容易。何况老佛爷所谓的闯祸，都是她最率真的表现呢。皇上，您一定要跟老佛爷解释一下，小燕子一点恶意都没有，她玩焰火棒完全是因为紫薇复原了，她心里高兴的缘故。烧了老佛爷的衣服，那是一个意外呀。哼，小燕子的意外未免太多了吧？朕已经尽力而为了。你们也知道，老佛爷，以前德佩格格和赵祥的婚事他不喜欢，最后朕还是依了他取消指婚。老佛爷是朕的亲娘，朕一定要尊重他的看法。皇阿玛，这件事你一定要替我做主。如果取消指婚，小燕子一定会崩溃，我也会崩溃的。你的心意，朕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可是小燕子也是太不争气了，哎，她怎么总是这样呢？说话颠颠倒倒，办事毛毛躁躁的，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？好在还有3个月，你就利用这3个月，让小燕子好好的改善，让她赢得老佛爷的心吧。只怕老佛爷已经有了成见，再也不会接受小燕子了。那也未必，事在人为嘛，是不是？尔康，今天你阿玛进宫，特地向朕提出了要求，希望你和紫薇完婚。皇上答应了吗？朕很想答应，特别是紫薇大病之后，朕觉得宫里重重危机，把她叫到你们家，也许可以解除她的危险。但是老佛爷对你们这2桩婚事都有意见，朕正在极力和老佛爷沟通，恐怕暂时还不能让你们如愿呢。老佛爷已经把紫薇和小燕子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，他不喜欢小燕子，也不喜欢紫薇。还好，他还没有因为紫薇和小燕子迁怒到你们。在他的心目中，你们是完美的，他们却不够完美。
这大概就是所有的长辈的心态吧。他是一天到晚在动着脑筋给你们重新指婚呐。3个月，要小燕子在3个月脱胎换骨，这怎么可能嘛？她只要3天不出错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哎呀，我就知道，什么娥皇女英啊，都是老佛爷的主意。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怕了，自从紫薇死过一次以后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自从认识紫薇以后，我就讲过几千次、几万次，我就应该什么都不顾，带着紫薇远走高飞。看样子，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走这一步的时候了。我恨透了这种不能自主的生活，我恨透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。你的心念我早看出来了，但是你还有阿玛额娘，而她又去了西藏，你走了，他们怎么办？何况我们现在还不止自己的问题，蒙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。不管我们决定怎么办，总要先解决蒙丹的问题，做事不能半途而废啊。你说的有理。我们不要灰心，还是积极一点。以前我们有的顾虑，现在还是存在。我要去教小燕子，从最基本的下手。哎，还有，刚刚华妈这篇话，千万别让小燕子知道。她知道了，肯定又会受不了。唉，我知道，紫薇又何尝受得了呢？来，小燕子，好久没有念成语了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吧。干嘛？我才不要念这个呢，烦死了！学这个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要到院子里面去练剑，师傅教我的剑法还没学会呢。哎，小燕子，不背成语念唐诗也行啊。上次那首《春眠不觉晓》还记得吧？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好。小燕子，你好厉害哦，一个字也没念错哎。其实背这个挺简单的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上一次那一首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还记得吗？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啊。是啊，就是陈子昂的那首诗嘛。陈子昂啊，陈子昂很奇怪的。很奇怪。你看他前面也看不到人，后面也看不到人，这个地方一定很荒凉，也不好玩。他还不赶快走，做什么事啊？别发谬论了，我们再记一遍：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哦，就是那个爱哭鬼呀！我想起来了，涕下呢，就是眼泪跟鼻涕通通都流下来；来者呢，就是指未来的人。这陈子昂是不是神经病啊？他脑筋一定有问题。前面看不到古人，后面看不到来者，他就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莫名其妙嘛。哎，这些做事的人呐，都是闲得无聊，所以才写一些不通的话。我就不懂，谁能看得来者，谁能看得古人啊？如果看不到就哭得稀里哗啦的，那全世界的人不都该在这儿哭得稀里哗啦的了？哎呀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这小燕子的话还有几分道理啊。再说了，那首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也有问题哦。怎么也有问题了？早上不知道天亮，到处听到鸟叫；晚上听到下雨，不知道花瓣落了多少。这个人会不会是瞎子？他全部用听的，不用看的，而且呢还有点呆，有点麻木，天亮了都不知道，白痴啊！我才不要浪费时间去念这个呢，我要练剑去了。哎，不管你有多少理由，这个唐诗是人人都会的东西，你还是要念，就算是为我念的好不好？你陪我去练剑好不好？好，你背一首唐诗，我就陪你练剑。不管是唐诗还是言诗，我没有兴趣啊！那些苦差事我不要做。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有兴趣还是没兴趣的问题，是必须做的问题。你把它当做一种责任吧。什么责任呢？我为
责任呢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一直缠着我背诗念成语，你是不是嫌我学问不够好，配不上你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念了一大堆的唐诗和成语，我还是小燕子，我变不成凤凰的。我不喜欢背那些唐诗念成语，你再这样一直逼我的话，我会讨厌你的。你从来就没有为我的处境想，你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里吗？你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玩怎么疯，好像我的义务就是陪你玩陪你疯。我这样低声下气，求你稍微为我改变一些，免得夜长梦多，你就是不肯跟我合作。只要你心里有我，在乎我，稍微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，你就应该明白，我是一个阿哥，我也有我的包袱，我有我的身份和背景。你要走进我的生命，我的家庭，也应该为我付出一些啊。如果你的心里只有自己，那你的爱未免太自私了。你说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，反正我知道你嫌我没有学问就对了。我知道你是阿哥，我知道你的身份高，我的身份低，你不用一直提醒我啊。你是阿哥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从来没有招惹你缠住你啊。嫌我，你嫌我你就休了我，反正又没有结婚。你嫌我，你还敢嫌我？我还没有嫌你呢。你那个皇额娘恨不得把我给整死，你那个老佛爷恨不得每天都把我关起来。这样的家庭我根本看不上，我根本就不稀罕。好，哎，吴阿哥你怎么回事啊？小燕子脾气你最清楚了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干嘛要吼呢？已经内忧外患一大堆了，还自己这么不团结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嘛？吴阿哥要你背诗念成语，也是为你好啊！你不体谅他，还要跟他吵架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？想想吴阿哥对你的好啊。对他好，他哪里会知道？我看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嘛。有感觉他就不会这样，有感觉他就应该为我想啊。我没有感觉，我是白痴可以了吧？你以为我不难过吗？你每天弄一大堆我根本记不住的东西来刁难我，我就是记不住啊！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，是要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变成一个一张嘴就可以吐出文章的人，那你为什么要我呢？你为什么不要晴儿呢？我看你跟他更配，你娶她好了。你真是莫名其妙，你才莫名其妙呢！你1000个莫名其妙，10000个莫名其妙。哎，吴阿哥，你现在气头上就少说2句吧。你现在说什么都是错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你一哭，吴阿哥会跟着难过的。平常你有个小病小痛，他都着急的不得了啊。现在他把你弄哭了，他也会跟着痛苦的啊。他痛苦，他最大的痛苦是不知道怎么摆脱我。不会的。算了算了，算是白白认识一场了。为这样一个女子付出，我才是白痴。是，你是白痴，你是呆子，你是傻瓜，所以你才会看上我。你走，你再也不要来找我了。哎，小燕子，哎，哼。哎，我觉得我们2个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啊！上次我跟紫薇闹别扭的时候，你劝我的时候道理一大堆，说的头头是道，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全乱了？哎，不管你心里有多着急，有些话你就是不该说。我什么话不该说啊？我已经压抑好久了，我老早就想说了。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哪里想念书啊？上次几句成语，他就有本领念得白字连篇，这次几句唐诗也不好好背，歪理倒有一大堆啊。他如果心里有我，他会这样吗？坦白的说，我很同情小燕子，我觉得你冤枉她了。我冤枉她了？让小燕子做学问，本来就是强人所难的。小燕子的可爱就在于她的淳朴啊，你喜欢她，不是也喜欢她本来面目吗？小燕子说的对啊，如果你要改造她，你干脆另选一个算了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是不是？
你明明就知道的，只有我一个人喜欢他，是不够的嘛。哎，这一点啊，你有压力，他更有压力。你想啊，他本来就因为老佛爷不喜欢他，充满了愤怒和挫败感。你不但不去安慰他，你还给他摆了一大堆的功课让他做。他刚才已经坦白地说了，他就是记不住嘛。你让他在挫败感之外更加有挫败感。这你要的不是小燕子，你要的是一个大家闺秀。我才没有这个意思呢。你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还说啊，为了这样一个女子付出，我就是白痴。你明明就是轻视她，你后悔了吗？你嫌她是一个粗俗的、不学无术的女人，你这口气跟老佛爷有什么不同啊？哎，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！我怎么可能嫌她粗俗，嫌她不学无术嘛？她的天真和无邪是那么珍贵，那么动人，那可是什么大家闺秀都比不上的。哦，那这句话他可没听到，他听到的就是你对他大吼：“你是阿哥，你有你的身份。”他应该为了你的身份，为了你的地位，做一个出口成章的准王妃，否则就是没感觉，莫名其妙。哎，你别瞎说，我没这个意思啊！我听到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他听到是什么意思。我要是你呀，我现在就飞奔到书房斋，向他负荆请罪。什么？负荆请罪？我才不去呢！就算我有错，他也有错啊！他怎么不来跟我负荆请罪啊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哪有那么轻易去请罪的？哎，我们这两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在他们这些小女子面前就骄傲不起来了吗？哎，你不要搞得上次我跟紫薇一样嘛，害得紫薇大醉了一场，还闯了一堆的祸，最后后悔心痛的还是我。我才没像你那么没出息。好，你有出息，你别后悔啊。据我的经验，这种吵架是越拖就越糟糕。哎，平时小燕子多么坚强啊，刚才在淑芳斋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你不到淑芳斋去看看啊？那我去了，你真不去啊？你真不去？我去了。哎，怎样？吴阿哥没来吗？哎呀，劝了半天还是没用啊。不过我觉得这种男人的骄傲总要维持个1-2天才会被思念赶走吧。我有经验喽。你也真是的，他不来，你可以拉他来呀。2个人见了面，误会才能解除嘛。那可不见得，2个人现在都气呼呼的，越谈越糟，让他们2个都冷静下也好。哎，小燕子怎么样？还那么生气吗？气得不得了，一口咬定吴阿哥看不起他。哎，吴阿哥也真是的，说话那么冲，也不想想会不会伤了小燕子的自尊。本来小燕子就有一肚子的委屈，觉得当这个皇室的准媳妇儿好辛苦，不如她以前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她愿意勉勉强强待在这儿，一会儿被这个管，一会儿被那个骂，完全是因为她爱吴阿哥。结果吴阿哥一点都不明白，也不感动，还冤他这个冤他那个，难怪他生气嘛。我知道，我明白。其实吴阿哥也有他的苦啊。你想想看，老佛爷那么不喜欢小燕子，吴阿哥的压力真的很大。他就怕老佛爷拆散了他跟小燕子，所以才让他学功课嘛。哎，其实他自己对小燕子没有丝毫的挑剔啊。人在压力之下就会表现失常嘛。弄得这么严重，要怎么办呢？别急，只好我们2个辛苦一点了。你好好劝劝小燕子，给她分析分析，她一直对你很佩服的。至于吴阿哥嘛，不用我劝他，我敢打包票，他顶多熬到明天早上就熬不住了。你看着吧。好了，小燕子，不要生气了。你看，我给你煮了一碗你最喜欢吃的银耳莲子汤，吃了可以降火气哦。犯不着气坏了自己的身子嘛。你晚上连晚饭都没吃，你呀铁定饿了。我什么都不要吃了，死了算了。小燕子，
给我这个丫头一点面子好不好？你看啊，我特意到厨房去给你煮的，用你最喜欢吃的水晶蒸饺、什锦包子、牛髓炒面茶。来，吃一点啊！不吃，他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动不动就用阿哥的身份来压我，我倒了18辈子霉才会碰到他。上次皇阿玛打了我一个巴掌，我就跟他说，你要是真的爱我，就带我走，把阿哥媳妇都丢掉。他就不要，让我待在这个受苦受难的皇宫里。好了，现在又要来改造我，改造不了吧，就对我发脾气。他算哪个葱啊？他爱他的阿哥身份，远远胜过了爱我。你这样说就太冤枉五阿哥了。想想他为我们节育的事啊，那时候大家不是决定要集体大逃亡的吗？他绝对不是那种贪图富贵的人，为了你，他也牺牲很多啊。自从老佛爷回来之后，他压力也很大。老佛爷毕竟是他的亲祖母，他总不能不理吧？你呀，也要站在他的立场为他想一想啊。他的立场，他只关心他的立场，他有没有关心过我的立场呢？他把我看得那么扁，每一句话都是在欺负我。我是那个什么，士可杀不可辱。他要一个前不见古人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姑娘，他可以去找他，打死我也变不成那种人呢。他不是要你变成那种姑娘，有那种姑娘，他逃都来不及了。事实上，他是好欣赏你，好喜欢你的。你不要帮他说话了，你要再帮他说话，我连你也不理。好，我不帮他说话，他莫名其妙，他不懂感情，他不会怜香惜玉，我们不要理他。现在我们来吃点东西好不好？来，给我一点面子，吃一口嘛。不吃！还珠格格吉祥。还珠格格吉祥。快让开，我要出去。你要出去？对，令妃娘娘给了我一包东西，要我交给宫外那个人。你们快让开，我把东西交了，好交差。宫外有个人，什么人啊？你让我出去不就知道了吗？哥怎么知道那人已经来了？你们真啰嗦！我出去看看不就知道那个人来了没有吗？哥哥，这……我有皇上特许，随时可以出宫去。令妃娘娘派我立刻出宫办事，你们要是敢拦着我，立刻跟我去见皇上。谁要耽误我了大事，包着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让开！哥哥！哎呀！皇宫，永琪，华玛，紫薇，我走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小燕子她不见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怎么知道小燕子不见了？明玉一大早就去她的房间，看到小燕子的床动也没动过，被子都叠得整整齐齐的，枕头上放了一封信。明玉就觉得很奇怪，再一看，她的旗头、花名底鞋都在，可是老百姓的衣服就全统统不在了。你看这个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眼前不见的是小燕子。明月彩霞，小凳子，小桌子。来了！你们谁看到了小燕子？有没有人看到她？没有，大家都正在找呢，整个书房寨都找过了，人影都没有啊。找不着。我刚才去神武门问过了，守门的侍卫说，格格今天天还没亮就穿着老百姓的衣服，说是要帮令妃娘娘去办事儿，谁要拦着他，他就给谁好看。人家侍卫刚查完了他2句，他就出手打人，趁大家一乱，他就冲出去了。现在那些侍卫正要向万岁爷禀告呢。小凳子，你赶快去景阳宫告诉五阿哥。小桌子，你赶快去朝房告诉福大爷，要他们先去神武门拦住侍卫，千万不要惊动皇阿玛。这。他的信呢？我看看。你们有没有拦住侍卫？惊动皇上就不好了。万一给老佛爷知道小燕子又是一条大罪，最好神不知鬼不觉，我马上找他回来。有，我们跟侍卫都说好了，那些侍卫把格格放走，自己也吓得要命。听说我们要处理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嘛，这种事情不能拖，你不听吗？那小燕子又不是那种被动的，等着你慢慢去想的人。现在好了，怎么办吧？什么古人什么来者，他居然去跟古人来者生气，这个陈长神经病害死我了！没事做什么诗啊？你怎么不劝劝他呢？怎么会让他走呢？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，我以为他只是发发脾气，气消了就算了，谁知道他会一走了之呢？我应该有警觉才对的。这一次他是真的伤心了。吴阿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实在没有顾虑到小燕子的感觉。她一向都很自以为了不起，从来都没有自卑过。可是你的成语诗词，把她所有的自卑感都唤醒了，你还对她那么凶。我怎么知道会这样？如果我知道，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让他念什么成语，背什么诗啊！唉，不背就不背嘛，成语不会就算了嘛。要跟我生气，跟我吵架打架都可以，我会让他的，怎么一气就走人呢？上次也是这样，骑上马背就跑得无影无踪。这一次又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千言万语留不住，人海茫茫，山长水阔，知何处？浪迹天涯，从此并肩看。缠缠绵绵，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。天地悠悠，有情相。